很少人知道，篮球的直径是25公分，而篮筐的直径有45公分半左右，几乎比篮球大1倍。对每一个球员来说，将25公分的篮球投进45公分半的框框里，是一段遥远而艰辛的距离。但一旦做到了45公分半的框框里，为球员们敞开的世界却是无限大、无限大、无限大。你们准备怎么样？我兄弟的头伤成这样，你觉得我会怎么样？我已经跟他赔罪了，难道这样还不行吗？跟陈峰，你在我地盘上还够胆跟我理论？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拿了我就走。既然东西在我手里，要不要还你？那就看看我的心情了。上球，你赢了，都是你拿。今がチャンスベベ瞬間見極めて誰とダンスベベ目的は一つそれもそらさ必ず狙った獲物を描写パーツでおしまいは白黒はっきり1から10までメイクはバッチリ On the regular 100%を出し切り悔いない人生楽しみ暴走特急でトップに先立っては自分の愛で乗り出すマウス過激なフロー君できなそう So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そばにいてほしいなら So tell me what you want Come on 私にだけ見て So what you want Come on されたいなら So tell me what you want Come on 持っていてね So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he L-E-S baby It's hearts The L-E-S It's hearts The L-E-S That's right So what you want Come on 东西该还我了吧？东西会还你，可是我还要跟你赌一把。怎么赌？篮球规则，你们20秒专攻时间。那边的美眉看了我蛮久了，如果你可以20秒里面逗她笑，不是开玩笑的吧？24秒逗那个冰山美眉笑。开始计时。对那边笑一个，不然西西可就惨喽。冷战暂停，现在是西西的生死关头，笑一个嘛。10、9、笑一个嘛。笑一个嘛，就笑一个就好了。把东西还给他。
西西瘦了，你都没好好照顾她。喂，没头没脑的把猫交给我养，还差点吃了我的鱼耶！又爱乱跑，又爱撒野，被刚那票人绑架，到刚刚才放回来，你都看到了，不是吗？西西发生这么多事情，为什么都没有跟我讲？喂，我们在冷战呢，而且找猫很花时间的。明天就是冠军赛，你来不来？云上对瑞安的冠军赛众所瞩目，而且云上已经拿了10年的冠军了。其中最重要的关键人物 Iceman， 也就是你的头号对手，今年将继续带领你的云上迈向总冠军。而你的瑞安因为有个篮球天才段成峰，也被媒体预测为最有可能打败云上的队伍。这么精彩的比赛，我怎么可能不去呢 ？Iceman 的确是个厉害的对手，我很期待跟他交手。手机给我，快点啊！哦。这是什么？这是我给你的护身符，一个给你，一个给我。你只要带着它，你就会想到我在旁边为你加油，不论输赢，我都会陪着你的。不要轻言放弃，否则对不起自己。知道。祝你打败 Iceman， 成为明天的 MVP。我一定会拿到 MVP 的。哥知道这件事情代替选秀的大日子，哥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不过我相信你做得很好的。那当然，3个月后啊，你就等着跟爸一起来参加我的首次国际音乐会。好，我等。今天不也是你重要的日子吗？你不是一直想要跟瑞安7号的段成峰好好的拼一拼吗？今天啊，你一定要让他输得服服帖帖，狗手让出 MVP 才行哦。那你说，走啊。哥，加油哦！To be too told no to next stage is to the song break on yo check it out alright 샤니까 말노가 started side 알아서가 샤로 일보 히테르 너는 어디 say 데모 가와 낙세 속수로 risk 오와도 say 감수 세워 한민이 떠널 고시니 기타 상내 내가 스토리 나이 소리 생기니까 你到底有没有想过这里还是你家？我们已经协议离婚了，你不必装作一副好老公、好爸爸的样子。总之，这场球赛赢了，你得到云上的续订合约，小娘就是你的。如果输了，拿不到合约，丢了工作，我就带走小强。我说过，我不会输的。我知道，在你生命里，赢球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我们的婚姻。啊，早。你看我做的。哦，原来啊，你一大早起来就是为了做这个早点给爸爸啊。爸，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件事啊？不行，
不要。你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今天虽然是冠军赛，可是你也不能因为想要去看比赛，就跟学校请假不去上课。可是我爸爸。哎，决议啦。啊，时间来不及了，我快迟到了。好了，你不要这么失望啊！爸爸会叫人把比赛的全部用 DV 把它录下来，回来以后你不是都看到了？OK， 拜拜。Go break, go break, go break, go break, break, go. 爸爸加油！对，都好了，只剩下端着摸完的啦。观众朋友午安，欢迎您透过我们的现场直播呢，与我们两位呢，跟现场体育馆所有爆满的球迷朋友们一同来欣赏这场非常精彩的篮球世纪的冠军的决赛。是的，没错。那事实上，今年的 MVP 最有价值球员呢，将会由谁来出现，鹿死谁手啊？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两边的球员已经开始来进场了。哇，旁边的所有两支球队支持者还有啦啦队呢，可以说是加油啊，为他们心目中所喜欢的球队呢，献上最大的一个祝福。这个云象队的主将 Iceman 呢，开始在做赛前的一个热身。那他可以说是呢这支球队的灵魂人物。他如果表现好的话呢，这支球队赢球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浓厚。教练，哎，告诉我今天的胜算如何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就好。我们云上队可是连庄10届的冠军队，这每年的国际赛都是我们学校代表参加，今年不会例外吧？当然不会了。不过我听说我们的对手瑞安队，他们里面有个人称流川枫的，是个难缠的高手。可是我们有艾斯曼啊，艾斯曼在过去1年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啊。那就好好拿出实力来，要不然的话，这个位置只有一个。位置坐久了，人家就会说恋战了。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小姐，你觉得怎么样？是瑞安琪，你是段成峰。你不要急，我们已经在医院路上了。别放弃，赶快去求诊。啊？赶快去求诊，你的对手在等你，快去啊！快去！OK， 观众朋友，接下来要出赛的这位选手呢是 NCAA 号称明日之星的瑞安队的4号，绰号 Iceman 的明安。好，观众朋友，现在马上呢为您介绍本届呢最受瞩目的选手呢，也就是 Iceman 的头号对手，瑞安队的7号，外号流川枫的段成峰的出场。好，我们看到现在段成峰呢并没有坐在座位上面，他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不仅他队友觉得奇怪，连 Iceman 都觉得哦，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哦。那第一名叫董齐生教练也觉得非常纳闷，为什么这么好的球员今天居然没有登场？位置是空的，相信呢其他观众朋友也觉得相当的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半场比赛开始，在中间的跳球，这个球呢拨到最后被云上队拿到 ，Iceman 准备要往里头切，再找机会。Iceman 运球动作可以说是相当的利落，篮底下切这个挑篮打板，直接撞2千句，好球一个！哇，现场观众们也为 Iceman 的加油打气。轮到瑞安队来做进攻，哇，这个外线投射呢没有投进去，相当可惜。又轮到 Iceman 来了 ，Iceman 一个转身，后仰式跳投，还是没有机会，再往外传，外线出手有了，这个球控制就投进。再轮到云上队来做进攻，又是 Iceman 的天下了。看来一个人呢要守 Iceman 是守不住的，再度让他在禁区里面得到分数。董教练可以说是相当的满意啊，因为 Iceman 得分相当的多。又在外线旱地拔中跳投，Iceman 再度得到分数，了不起。什么？动手术？Iceman 再度往里头切，哇，轻松的一个挑篮得分。你得到云上签订合约，彩娘就是你。如果输了，囊化合约丢了东西，你就带走场。这球我们再看 Iceman 又是往里头突破，往里头挑，球又是逆身入网。好了，现在上半场比赛结束，比数是54比40了。那么云上队肯定是遥遥领先。那么看来瑞安队少了段成峰这个大将，实力是相当的减弱哦。对，没有错。其实呢，今天这场比赛啊 ，Iceman 的表现呢虽然是非常的尽职，但是基本上来讲并没有太亮眼的演出哦。我想这也是因为没有一个这个相对的对手呢，这个在场上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想大部分观众都跟我们两个一样，非常好奇。没错，到底段成峰呢跑到哪里去了？ Go break,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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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观众朋友呢，下半场比赛呢即将开始了。我想，如果段成峰还不出现的话呢，我们几乎可以预料呢，云上队将可以第11年的连霸成功了。捡下篮网呢，稳坐冠军宝座。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记录啊。对，没错。好，我们看到段成峰已经进场了，现场的支持的球迷呢，可以说相当的高兴，因为他象征是瑞安的，可以说是要起死回生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下半场就要开始了。教练，上来，等一下你上。啊？好。观众朋友，现在段成峰上场呢，可以说是让瑞安队的士气大振。可是很奇怪啊，云上队并没有让 Iceman 也登场了，不晓得是不是有什么奇招要马上出现了。云上队呢取得领先。段成峰现在回到下半场比赛，中距的跳投，好球，空心球投进。他的加入可以说是马上为瑞安队呢在整个士气方面来讲有非常大的提振。这个转身进来打板，球进，好球。再来看看段成峰这个球，用右手来保护他左手出手，好球。3人球，弧顶地带投进，哇，干净利落的一球。再次投外线，黄少伟虽然去试图封盖，但是还是来不及。段成峰可以说在下半场呢威风十足，黄少伟想要去抵挡他呢，仍然是没有太多的机会。1对1的贴身防守，想过，这球再往里头切。里头都充满很多地方的包夹防守，但是呢，段成峰这球还是被他给溜了进来，再度挑战得分，好球。比分呢可以说是76比74呢，只差2分了。如果输了，拿不到合约，丢了工作，我就带走彩票。我说过，我不会输的。10、9、8、7。最后时间要到的情况之下呢，就看看双方这一球表现了。黄少伟的运球，段成峰的一个防守球拨掉，哇！这个球在运球的一瞬间呢，用左手把黄少伟球拨掉。黄少伟想要过去防守，看看时间，最后段成峰这一球出手了，时间到，看看球进还是不进。这一球投进，哇！最有价值的球员是一个球员的无上功劳。我从来没有想到成功得到冠军，这是他篮球生涯的终点，也是我们之间的终点。一场车祸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成功、Iceman、Angel、董其生，还有我。就是77比76，1分之差呢，后来追上，逆转击败了云上队。Iceman 不在场上的情况之下呢，让段成峰可以说是随心所欲的发挥呢。他不仅带领球队拿到了今年全国高中篮球联赛冠军，同时他也荣获了今年赛事的最有价值球员 MVP， 也恭喜段成峰。他腰椎受伤，伤及到了神经，可能会终身瘫痪。
小姐，我找一位病人，早上车祸刚被送进来的。他不仅带领球队拿到了今年全国高中篮球联赛冠军，是有一个叫明轩的。明娟，那请问他现在住几号病房1855。1855。同时他也荣获了今年赛事的最有价值球员 MVP， 也恭喜段成峰。你来这边干嘛 ？MVP。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当然在这啊！要不是我妹出车祸，你也没有机会拿到 MVP。告诉你，觉得你能拿 MVP 根本就是趁人之危。她是你妹妹？没错啊，她是我妹。我唯一的妹妹，她今天早上还高高兴兴的出门，却被一个不负责任的机车司机给撞得半身不遂。最可恶的是，那混蛋就跑了。热闹也看过了，笑话也笑过了，你可以走了吧？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还要看到你。那个人。是我。Check it out. T.O.P. won't be in the place to be 2002. Next stage is to the soul. Break on. Yo, check this out. Alright. 你说什么？刚才里面的那个人是我。是你？你知道你做什么事？你知道你抓什么样的女孩子？她才16岁，她那么善良，那么有才华，你把她撞架还要怎么办？你怎么样撞她之后就把她丢在不管，自己参加比赛拿 MVP，MVP 不重要啊？就认 MVP 吗？我告诉你，老子今天拿不到，明天可以拿。是我妹呢？今天是她的大日子，今天是她成为国际音乐的大日子，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一生，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会负责到底。你怎么负责？拿什么负责？英雄跟奶奶是我的全部，你知道我全部拿走怎么办？告诉你，你的 MVP 是我跟 Angel 梦想换来的，是你人格的耻辱，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你给我滚！滚！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不过，我会回来的。你再回来我就宰了你！就算这样，我还是会回来。今天是他的大日子，今天是他成为国际音乐人的大日子，你知不知道？我会负责到底。你怎么负责？你拿什么负责？你那个 MVP 是我跟 Angel 梦想换来的，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这是我给你的护身符，你只要带着它，你就会想到我在旁边为你加油，不论输赢，我都会陪着你的。
小希，如果你知道我犯的错，你还会跟以前一样毫不考虑的支持我吗？现在我坐在这里，仿佛看到1年前的你拿着苹果来到这里为刚输了球的我打气。今天那场球赛真的很精彩，段成峰。只可惜最后你那个3分球没有投进，不然你们一定可以反败为胜。你是谁啊？田雨希，启翠篮球队经理，你忘了吗？就是上次托你养猫的啊。哦，是你啊。这只是场小比赛嘛，输了不要紧啊，还有全国联赛啊，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拿到 MVP， 只要多努力点就行啦。你懂什么？不要以为你是篮球队经理就可以随便批评人。我不是那个意思啦。别人在放假的时候，我在练球，在想战术，从来没有1分钟停止过。我都这么努力还输球，我的心情你不会了解的。我当然了解，因为我每天在球场上看你练球，你为了让投篮命中率高，每天至少练500球，这些我都很清楚。段成峰，干嘛？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拿到 MVP， 我会替你加油。你凭什么这么讲？因为我相信你啊，这就是力量，那就是我给你的力量。拜拜。从那时候起，我才注意到，每次我练球的时候，小希真的都在，而且每次都会带一颗鲜红的苹果给我。不知不觉间，我开始期待他每天出现，他陪我度过那一段输球沮丧的日子。但是到我赢球的那一天，他却没有来。那天我感到莫名的生气，因为我生气自己竟然开始在乎小希。段成峰，我看到电视转播了，你赢了，你真的赢了耶！今天比赛你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来？我去买苹果啊，这附近都找不到苹果，所以我坐了好多班公车才找到的耶。虽然有点迟，可是苹果力量是不会减弱的哦。把手机给我。以后如果你赶不及来看我比赛或练球，就打手机给我，我会去接你，知道吗？今天在观众席上没有看到你，我有点不习惯，所以以后你可能不能随时离开我的视线喽。这表示我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你喽？当然可以。这表示只要我下课，你就会马上来接我喽？一定去。这表示如果我不能到球场上帮你加油，可以传简讯给你喽。我想本来会比较好。你刚刚说我不能离开你的视线，是不是表示你喜欢我啊？这表示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上你。哎，你应该高兴的吧？我输球，你哭；我赢球，你也哭。现在我亲你，你还哭。我很高兴啊！我很高兴的时候，是会想哭吗？可惜，你跟我在一起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哭了。我曾跟小希承诺过，绝对不会让她哭的。我知道，
不管遇到什么事，小希都会支持我。但是我不能再拖累他了。为了对 Angel 负起责任，我必须违背这个我想守一辈子的承诺。小希，我看我们还是先走好了。那志峰，我们先走了。不过还是恭喜你当 MVP。先走。陈峰，你的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比赛完后你跑哪去了？我这么早也找不到你。陈峰，你怎么了？今天是你得到 MVP 的好日子耶，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今天的球赛真的很棒哎，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你和 Iceman 对垒。奇怪，下半场比赛他跑哪去了？该不会是怕你跑了吧 ？MVP， 你那个 MVP 是你人格的耻辱，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你给我滚！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提到 Iceman。陈峰，拿 MVP 有什么好兴奋的？要不是他不在，我怎么会拿到 MVP？ 陈峰，你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你回去吧，我今天谁都不想理。等一下走的时候，记得把门带上。陈峰，你到底怎么了？昨天你还在为 MVP 努力，为什么今天你可以这么不屑？我告诉你，我的人生已经因为这场比赛起了重大的改变。我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处处为你着想，帮你做这个，帮你做那个的。你以后就少在那种进进出出的。我有我的事要做。我不想做你24小时的保姆。重大改变？改变什么？难道你得了 MVP， 成了篮球明星，一切都变了吗？我变成了妨碍你的累赘。从我们两个在一起开始，无论刮风下雨，我天天陪你练球。现在你拿了 MVP。我就应该退出吗？没错，我是应该谢你一声。这些日子为我加油，替我的比赛做笔记。那么，我该付你多少钱呢？现在我已经是 MVP 了，多的是球团会拿高薪来挖角我。你之前为我付出的心血，我想我应该还付得起。既然 MVP 都已经拿到了。你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再看到你，只会让我觉得很烦。不可能，不可能！我认识的段成峰不是这个样子的。昨天我们还好好的。
小峰，对不起，一定是我哪里做错了。我知道我静不下来，总是吵着要你做这个做那个的，而你总是在包容我。可是我可以改的啊，我可以改，我真的可以改。不要在这里哭了，我很累，想睡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好，我不烦你，我走了，我真的走了。那一年默默无言，只能选择离开。不要怕，我来救你。你还真奇怪，刚跑回了一只猫，这么拼命啊！我如果不救它的话，它会掉下来摔死的。是吗？我看会摔死的人是你吧？赶快回去擦药吧。你是段成峰，绰号流川枫，瑞安高中7号得分前锋，擅长的是抄截还有3分球。你对我还挺了解的，现在这么了解篮球员女孩子不多哦。哎，怎么样？要不要考虑加入我们启翠篮球队啊？我是启翠篮球的经理，怎么样？加入我们吧。抱歉，我已经有球队了，而且据我所知，你们学校篮球队全国高中联赛最后1名，没错吧？等一下，你们家住几个人啊？我一个人住哦。正点，那这只猫的终身幸福就拜托你喽，记得帮它取个名字，我以后每天下课都会去看它的哦。我干嘛？一个大男人养只猫像什么样子？哎呦，求求你啦！我老爸对猫最感冒的耶。不然这样好了，等我以后找到养它的人，我就把它送给别人，好吗？就这样啦，拜拜。哎，你是谁啊？叫什么名字？我是启翠高中篮球经理田雨希。直到现在，我仍能感觉到你冷漠外表下那颗温柔的心，仍能为你对我种种宽容而感动。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差错？为什么才过了1夜，就什么都变了？
拨的号码无回应，转接并信箱，铃声后开始备transfer to voicemail。我的吊饰呢？这是我给你的护身符，一个给你，一个给我。你只要带着它，你就会想到我在旁边为你加油。关于这一次的冠军赛，为什么输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主力球员明安缺席了。为什么缺席？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接到明安的妹妹明娟她出车祸的消息，所以比赛的时候你把这种噩耗告诉球员，你毁了球员，你毁了比赛。哎，你是个教练呢，你不是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那么紧要的关头，你装什么慈悲啊？啊！你看一走人，球赛输了 ，MVP 丢了，甚至连参加 NCAA 这个遴选的机会也没有了。当时的情形我也很挣扎，可是明娟的伤势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严重？他死了吗？他没死啊！球队输球，就是你督导不周，你别想推卸责任。在此，我希望诸位董事审慎地评估董其生是否适任云上篮球队的教练。会输掉这次的冠军，是我个人督促不周，我愿意负最大的责任。可是我希望各位董事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明年的这个时候，董教练，你有没有明天，我都不知道，我们还谈什么明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如果不辞职负责的话，我怎么向这些董事交代啊？啊？教练，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教练，留下来。教练，不要走吧。你看，他都不希望你走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教练这样跟我们一样有默契。既然输了球，当然要负责啊。放心啊，会有新教练来的。Yeah, yeah.
忘记这个车是学校的财产吧？你们这些人在这干嘛？偷懒啦！球赛打输了还不去练球？孩子们，你把他们带进去啊！董其生，这里好像轮不到你说话。他们是我们云上的学生，好像轮不到你这个被开除的教练来指挥吧？他是我们的教练，我们只听他的指挥。对，他是我们的教练，我们要他留下来。你们干什么？想造反啊？你们别以为球赛输了，我开除一个教练就没事了，还护着教练，我还没跟你们算账啊！你们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蠢蛋，你们以为你们怎么进云上的？我是叫你们来赢球的。我告诉你们，球赛打输了，我没开除你们就不错了，还有这种态度跟我讲话？赢球是我们的责任，打输了就记过嘛，不需要在那里大呼小叫的。吼谁啊？看不顺眼我不打啦，云上了不起啊！你们这是什么态度？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说。叫王少伟，怎么样？开除我啊！怎样？开除我啊！怎么？干什么？啊？我平常是这样教你们的吗？怎么了？想打架不想打球是吧？人高马大就了不起是不是？啊？人高马大上球场上面去生气，还想打校长？我告诉你们，再胡闹，我让你们全部打不成球。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蠢蛋！张校长，啊？他们不过是学生，他们不过只是想好好打球而已。没有一个大人有这个权利，可以把他们当成赢球的工具。不要把大人世界里的肮脏事算到他们头上去了。董其生，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的。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子我就算了，你别想再混了，我要让你这一辈子都碰不到篮球。今天学校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心里很烦。我们先不要谈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也不想，我会请律师直接跟你谈。你不要走嘛！强强，我不是叫你去整理要带走的东西吗？你这是干什么呢？你工作丢了吧？我们说好的，没有工作就没有强强。谁说我没工作的？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云少需要教练吗？好了啦，其实啊，我也不是真的想跟你离婚呐。太迟了，你说这些都已经太迟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拿到冠军，还是因为我丢了工作？早在你失去冠军、失去篮球之前，就已经失去我了。强强，我们走吧。强强。
你等着，我会回来要孩子的。你看起来不太开心，谁困扰了你？让你的眼神看来有些悲哀，有多严重？你和他之间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了吗？我看起来也不太好，当然知道，因为你的表情让我很心疼。Angel， 听哥的话 ，Angel， 听哥的话 ，Angel， 听哥的话 ，Angel， 听哥的话。走开啊！我可以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要回去学校。我扶你起来，哥扶你起来，好不好？不要这样子。我要回去拉琴。哥扶你起来。我的脚残废了，像我以后怎么拉琴？怎么参加比赛？爸，我的脚废了。我们当初约好，说要一起去美国，你进了 CIA， 我进茱莉亚，现在这样，现在这样怎么去？不去了，我们都不去了。哥没有拿 MVP，NCAA 也不会来找我了。不过哥会在这边陪你，一直到你脚好起来。哥不会走，哥会一直摆在这边陪你，好不好？乖。为什么我们的梦想一瞬间就消失了？我们那么努力，我们那么拼命，为什么一场车祸就夺走我们的一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在这刹那间，我已做了决定，自己的事应该自己负责。这时的我很庆幸已经跟小溪了断。我最不愿看到的，就是被小新发现我必须担负的责任，而受到我的连累。黑熊田鸡，你们在干嘛？不是说好要开会吗？美女在这里啊，人都到齐了，我们开会吧。今天开会的重点就是我黑熊正式宣布，启翠篮球队解散。什么？为什么要解散？大家都知道，我们启翠篮球队是全国最后1名，而且校长说现在经费不够，要我们社团废社，变成福利社，好让学校多赚点零用钱。他怎么可以这样？球啊！你还敢同我要求？你这个同学，你支不支持啊？学校教育你1年级是这么写的呀？你难道不知道？到现在跟我要求？你很啰嗦哎，啰嗦的要死。我看呐，我们转学算了啦。转学。回来！老师怎么教你们的啊？不要转学好不好？你们这个一转学呀，我们学校的学生啊，今年转学率啊，教育部名列之冠哎，升学率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不要，这个球啊，头打到球又不会痛的。再说我这个头常常被打，没关系，好不好？你们这个
在学校里叫我校长，你回到家里爱怎么叫随便你嘛。我问你，为什么要解散篮球社？我不是故意要解散篮球社的，实在是啊，学校的这个经济能力没有办法负担一个就小猫2、3只的一个社团嘛，对不对？你这个田雨熙同学啊，人家篮球实力好一点的学生，他不会来我们启聪，不是，不会来我们启穗的，他要考云上去了，对不对？爸，校长，这位同学有什么事情要报告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这种消极又怕事的态度，我们学校才会经营得越来越乱，转学率高，升学率低，我们念启穗的还会被别人看不起，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怎么会像是过街老鼠呢？想当年我们启穗啊，也有风光的历史啊。话说30年前啊，我们启穗就曾经拿过全国高中篮球联赛的总冠军呢。妈，看你们这个样子，好像不相信是不是啊？来，跟我走，我证明给你们看。Are you ready? You said Joe, you have a chance, baby. 瞬間見極めて誰とデンス、baby. 目的は一つ、それも空さ、你看看我们，这真的是启穗的球队吗？这个是我们学校30年前啊全国高中篮球联赛冠军的纪念照，你看到没？这个冠军奖杯，这个假得了的吗？还有，这个就是《圣战传说》的男主角。圣战传说？校长，我们启穗篮球队向来不是很弱吗？只拿过冠军，怎么可能？这个也难怪你们了啦，这个都30多年前的事喽。现在这个启穗呀，实在很能让你联想。你看这个男的啊，长得这个不起眼的样子，看起来很平凡，对不对？但是对篮球充满了无比的热情。你看看这个女孩子啊，这个女孩子非常的支持他，每次上场之前就给他戴一个皮质的手环当做幸运符。所以奇怪，他就带着这个手环一上场啊，那一场球就是赢，而且得分一定破百。我们启穗就在那一年得到篮球联赛的冠军啊！而且这个男的还当选最有价值的明星球员。但是后来这一对男女啊，他们没有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变成势不两立的仇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就没有人知道了。小希啊，这传说中的女主角跟你蛮像的啊，就像你跟流川枫一样啊。对吼，可是这传说的结局，男女主角没有在一起，该不会你跟流川枫？哪有？对哈，我也听很多人讲过啊，听说你跟这个流川枫哪有？对，爸，校长，既然这个传说是真的，那我们就应该更加积极的招收篮球队员才对啊。我们以前是全国冠军，那现在也可以。对，就这样。黑熊田鸡，我们走吧。走，我话没讲完嘞。我们那个年代30多年前呀，报名参加篮球联赛的学校不过5间，有2间呢人数凑不齐弃权了，剩3队在打。薯条啊，汉堡，吃。多少吃一点啊！你最近医院跟学校两边跑，一定很累啊。是啊。我听教练说啊，撞 Angel 的那个凶手已经找到了。是什么样的人啊？不怎么样。我倒是有2个坏消息，听说学校网罗段成峰进来。Ice Man。没什么大不了的啦，来就来嘛，我们一定挺你的啦，对，放心听的，绝对会挺你。另一个就是学校打算停掉我们的奖学金。真的假的啊？这样子我们哪来的钱缴学费啊？云上可是出了名的贵族学校这就是学校的目的，自然汰换球队。Come on, yeah,
リセット今がチャンス Baby 瞬間見極めて誰とダンス Baby 目的は一つそれもそらさ必ず狙った獲物を秒差パーツでおしまいは白黒はっきり1から10までメイクはバッチリ On the regular 100%を出し切り悔いない人生でも楽しみよ感じも